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发苦，同时也一阵肉痛。这天绝魔师他才刚陪练的堪为一用，才在此地驱使出来一次，就被眼前古魔轻易击溃，现在凭借其炼尸之体掉落地面，生死不知。但看样子即使未真正陨落，也已经彻底失去了战力。心里这么想着，韩立却一心二用，神识一催，刚才被气浪震得七零八落的虎妖傀儡已经重新站稳了身形，白光闪动，再次扑向了魔魂。而那些巨龟傀儡则和韩立一样，一边向四下分散倒射，一边口中蓝光闪动，就要再次喷出冰属性光柱。而韩立头顶盘旋的重重剑影也以轰鸣的向魔魂照向。魔魂见此情形，冷哼一声，四只魔臂微微一挥，顿时长臂手肘处和拳头顶端均都生出了一根根的乌黑骨刺，形态不一，有的弯曲，有的笔直，但无一不闪着冷森森的寒芒，锋利之极。未等那些虎妖傀儡近身，魔魂嗖的一声，活生生的原地消失不见，所有的攻击一下失去了目标，不由得顿了一顿。这时黑芒一闪，魔魂在一只虎妖傀儡背后贴身的诡异出现，四只长臂轻轻一挥，刷刷的破空之声响起。虎妖傀儡的躯体上几道黑芒闪动，瞬间被解体了开来，化为了一堆废铜烂铁。身形一动，魔魂再次消失。另一傀儡身侧黑芒闪动，竟直接被一根粗大的骨刺洞穿胸部要害，立刻瘫软倒下。韩立在远处看的是又惊又怒，指挥着金色剑影不停地追击魔魂。可此魔一会儿从原地消失不见，一会儿又鬼魅地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修为大涨的魔魂，其遁术和隐匿功法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，一闪一现之间，虎妖傀儡根本无法形成合围。韩立一向自负在贴身近战方面比普通修士强得多，可如今一见魔魂的手段，心中寒气大生。和这魔魂一比，他近战方面完全是小巫见大巫，他即使是运用了明清灵眼，也根本无法锁住此魔。就在心惊间，魔魂将手中骨刺从最后一只虎妖傀儡的脖颈中抽出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望了韩立一眼，其目中的冰冷让韩立心中一沉，有些发毛起来。自从元婴大成之后，这种七上八下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好久，可如今再次浮现出心头间，韩立吐了一口气，让自己极力保持镇定。现在看来，以对方近似瞬移的诡异遁速，从容布下大更剑阵估计很难，只有用其他手段先拖延一下时间。这般思量后，韩立肃然一指空中的剑影，顿时众剑光一阵清明，蓦然掉头回射到了韩立头顶，然后金光乱晃，众剑光化为层层的金浪，将韩立风雨不透地护在了其中。随后韩立两手一掐诀，身上雷鸣声响起，一道道粗大金弧从体内浮现而出，同时诸多纤细的电弧交织不灭，竟在身上形成了一层金色电衣，金光闪闪，惹眼之极。同时他一张口，一团刺目的紫色光球脱口而出，滋啦一声，紫焰狂涨持续。接着一声尖鸣从火球中传出，一只体长尺许的紫色火鸟在紫焰凭空浮现，围着韩立身体四周不停地展翅飞舞，洒落出朵朵的紫色火花，忽闪忽灭，艳丽异常。这就是韩立炼制至今修炼出来的所有紫罗天火。韩立这一连串的手段似乎引起了魔魂的兴趣，其鬼脸上狰狞一下之后，竟站在原地没动，似乎想看清楚韩立到底有什么手段，然后再雷霆一击。韩立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魔魂狰狞异常的样子，目光闪动一下，突然手掌一翻，一把鲜红的怪异小剑从手心处浮现而出。此剑数寸大小，但通体血红晶莹，放射出刺目的血色，而在剑体之中隐隐有一丝黑气游走不动，显得诡异之极。这正是得自白衣女子的那口血魔剑。血色小剑一现伸出来，未等韩立催动，就自行颤抖嗡鸣起来，
一股血腥之气顿时弥漫开来。韩立知道妄动此剑后患不小，但现在生死一线，可也顾不得许多。一张口，一团青蒙蒙的精气喷到了小剑之上，血光刺目。此剑一下长至了尺许来长，同时悬浮而起。韩立神色凝重，一把握住剑柄，看了一眼后轻轻挥动了一下，顿时感到体内真元大量往剑中涌去，不禁一惊，急忙割断了法力联系，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句：此剑邪门。然后韩立才单手持剑，冷眼望向了对面的魔魂。原本神色一直狰狞的魔魂一见韩立拿出来血魔剑，脸色骤然大变，闪过了一丝异色，同时眼也不眨盯着此剑。韩立抬手见到对方这种表情，不禁一怔，心中有些惊异。很好，没想到你竟然连昔年我遗留在此界的圣器也有。现在若肯将此圣器交予我，我可以饶过你的性命，放你离开此地。片刻后，魔魂终于肯定了韩立手中的血魔剑就是自己所想之物，脸上一丝喜色闪过，竟开口说出了这样的话来：圣器，这东西是你们上古魔界的法器。圣界的事情你不必知道什么，我只问你答不答应。阁下若是人类修士，为了小命着想，在下答应倒也无妨。至于阁下嘛，哼。韩立两眼一翻，脸上露出了冷嘲之色。魔魂听了这话，却出乎韩立意外的没有动怒，而是一对银白色的眼珠骤然眯起，目光在韩立身前剑影、紫色火鸟以及胸口血魔剑上扫视了几遍，才渐渐冰寒了起来。韩立则一言不发，冷冷相望，背后的风雷尺缓缓浮动，法力开始在体内急速流转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大的爆裂声从远处传出，韩立和魔魂都不禁一愣，望了一眼，只见那里光芒闪动，数道颜色各异的光团正从黑色光罩中破罩而出，而光罩转眼间溃散开来，重新现出了圆环、小剑、法旗三件魔化宝物的原型，只是上面魔光暗淡，似乎受创不轻。就在魔魂全心对付韩立之时，竟一时疏忽，小看了银发老者三人。这三人虽然都只是元婴初期修为，但个个久经争斗，竟不知施展了什么秘术，短短时间就合力破掉困住他们的宝物禁制。不过他们刚才也看见了魔魂神出鬼没的诡异功法，心里震惊之下，自然不会主动再向韩立这边靠拢，只是指挥着几件法宝远远地攻击着魔魂，希望能起到一些牵制作用。这三人很清楚，韩立可是对抗魔物的主力，若韩立陨落，他们三人也绝对好不到哪儿去。这三人此时能够助上一臂之力，韩立自然心中大喜，若是他们能够给他争取布下剑阵的机会，那就更妙了。韩立如此一想，不禁望了对面的魔魂一眼。魔魂瞅了一眼飞过来的宝物，又看了一眼韩立，恶鬼头颅眼珠微动之下，忽然阴森森的一笑，身形动了起来。一片残影过后，此魔在原地蓦然消失不见。韩立见此，心中一动，急忙用灵目飞快扫去，结果马上神色一惊起来。不好，你们小心！韩立一声大喝，随后来不及多说，神识一催，四散开来的巨龟傀儡脖梗一扬，一道道蓝色光柱连接喷出，目标竟是银发老者四周。银发老者和天津真人三人又是何等的经验丰富，韩立只是略一提醒，再加上刚才已见过了那魔魂诡异的功法，他们自然立刻明白魔物竟是舍弃了韩立向他们冲来。这三人心中惊骇之余，也只能心中暗暗叫苦。魔魂在韩立施展出来诸多手段，特别是拿出了血魔剑后，觉得实在不是一时半刻能够拿下对方。现在又多了银发老者三人从旁边骚扰，更有些麻烦。故而此魔一下改变了主意，准备先解决其他碍事之人，最后再去收拾势单力孤的韩立。十几道粗大光柱在三名元婴期修士的周围一一爆裂开来，一片冰寒之气四下弥漫。
黑影晃动，魔魂在某处显出身形，离那天津真人三人只有10几丈距离而已。银发老者等人即使心中有所准备，仍被魔魂的遁速之快惊得脸色一变。好在三人也似乎配合熟练之极，当即程师兄和另一名老者两手齐扬，一只手中射出大片符箓，一个则从袖中飞出一只火红壶，而天津真人则两手一掐诀，站在身后的2只恶鬼傀儡同时身形一晃，和那只火壶在符箓掩护下同时冲出了护罩。符箓一飞出护罩外，就化为了一大片火云，连绵响成一片，而火狐则纵身一跳，竟一下融入了空中的火源之中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这竟是一只精通火遁术的珍稀灵兽。魔魂眼见2只气势不凡的恶鬼傀儡向自己扑来，却面无表情的4只手搓了一搓，一阵刺耳的尖鸣声从手掌中爆发而出，接着嗤嗤的破空之声大响，2团刺目的乌芒浮现在了手掌之间。这4只手掌五指一抓，竟将2颗黑色芒团凭空分成了4份。4只手掌抓住一团，随着手臂一抖，黑光大放，4口怪异的黑芒光刃就出现在了手掌之中。这光刃不算太长，只有2尺左右，由尖到粗的有些弯曲，仿佛牛尖刀一般。但是诡异的是，此刃整个刃身时刻不停地微微震颤，甚至连附近的空间都随之扭曲变形，刺鸣之声不绝于耳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不过没有注意到的是，这黑色怪刃形成的瞬间，魔魂后面的人面头颅脸孔一阵疼痛的扭曲抽搐，随即脸色煞白无比，仿佛浑身精血一下被抽取了小半。而前面的恶鬼头颅却面色越发凶厉，4把诡异的光刃一抖，嗖的一声，身形犹如强弩射向了一只淡青色恶鬼傀儡。那傀儡自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毫不犹豫的一张口，大股的灰色阴气从口中直接喷出，化为一片雾浪席卷而去。同时2手一扬，青光闪动，10根寒丝从手指间喷射而出，一闪即逝，飞入了阴气中，不见了踪影。另一只赤红傀儡则喷出阴气后，则手上红光间闪动，一道赤红光链从手中射出，而这时头顶上火云也滚滚地向魔魂照去，一时间激射过来的魔魂处在了3者的夹击之中。而魔魂毫无表情的4口怪刃轻轻一挥，顿时4道月牙状的刀芒凭空交叉射出，在尖鸣声中化为2个巨大的黑色十字，直向2只傀儡斩去。但也因此魔魂身形微微一顿，趁此机会，一只数尺大小火焰巨爪突然从云中飞快抓下，5根镰刀般锋利的长长指甲直插向恶鬼头颅的天灵盖。青色寒丝和那道赤红光链也一闪即逝的从阴气飞出，射向了魔魂躯体。魔魂4只手臂一动，光刃瞬间一阵模糊，掀起了层层光浪，随之化为了一层黑芒滚滚的巨大光球。青丝和光带稍一接触此球，立刻哀鸣一声，被卷入其内。转瞬间青芒红光爆裂开来，寒丝和光链被活生生的搅得粉碎。此幕一发生，本已抓向光球的火焰巨爪顿时惊惧一顿，接着闪电般的就要缩回，但是明显迟了，一道弯月状黑芒一闪而过，巨爪顿时血肉横飞掉落而下，一声凄厉的哀鸣从空中火云发出。魔魂脸上暴虐之色闪动，黑色长舌舔了舔掉落脸上的几滴狐血，一声低喝，身形骤然在原地消失，下一刻就出现在了火云中心处。火云一阵翻滚汹涌，数节火狐残肢鲜血淋淋的从空中掉落而下。魔魂刹那间就斩杀了火狐的一幕，直看的护罩中3人张目结舌。那名陌生的元婴老者是火狐的主人，更是一脸的心痛。而魔魂诡异一笑，身形再次消失不见。灰色阴气中突然有黑芒闪动，轰隆隆的2声巨响随之先后传来。